你心里是不是也藏着一个哪怕过了大半辈子依然怎么都忘不掉的人？每当夜深人静或者听到某首老歌，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毫无预兆地冒出来，撞得你心口一酸。你可能在心里默默问过无数次，如果有来生，我们还能不能再遇见？这种求而不得，想忘又忘不掉的苦，真的太折磨人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似什么都看淡了，可面对这份深厚的缘分，却总是舍不得，断不了。今天的内容，我就要用佛法的般若智慧，为你彻底解开这段缘分的因果真相。看完之后，你不仅会明白你和他在来生会走向哪5种不同的命运，更会得到3个能在今天就立刻去做的微小行动，帮你彻底放下执念，让心真正获得解脱。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哪怕经过百千万劫的时间，你种下的善缘或恶缘永远不会凭空消失。只要因缘具足，该遇见的人，该经历的果报，一分都不会错。你心里那个翻来覆去忘不掉的人，从来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执念。佛法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阿赖耶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灵魂深处的记忆库。你生生世世的念头与爱恨情仇，都会化作微小的业力种子，深埋在这块田地里。世人常说缘分是老天爷的巧合，但在真正的佛学看来，世间没有偶然，每一次相遇都是共业的成熟。如同春天条件充足，泥土里的种子自然发芽。如果前世结善缘，今生就会温暖相逢；造恶业，就会互相折磨。没还完接着还，债没清算接着算。那些让你痛彻心扉的感受，都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在今生翻涌。弘一法师说，悲心交集，很多时候你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未了结的业。这种业力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羁绊，推着我们在人世间流转。所以在因为它而心痛时，试着用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们的交集其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因果对话。既然明白了相遇都是业力种子的显现，那么这些种子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5种有着不同走向的命运一层一层地剥开来。我们从大家最关心也最难以割舍的亲情羁绊说起。有2种缘分，来生必然会再相见。但我先提醒你一句，不是所有的重逢都是美好的报恩。第一种注定会重逢的命运，是互相亏欠过恩情，带着报恩与还愿之心而来的人。在佛法的智慧里，善业有善的牵引。你在过去生中，可能在别人最落魄、最孤立无援的时候，给过一碗热饭，递过一杯清水，或者真心地不求回报地拉过人家一把。这份恩情对方没有还完，亏欠的念头没有从阿赖耶识中消散，这个善业的种子就会牢牢地跟着他，直到生生世世的流转中因缘成熟，它就会以一种极度温暖，甚至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到你的生命中。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过世间百态，你一定会发现一种现象，有些家庭里的孩子从小就特别懂事、贴心，他们可能未必多么飞黄腾达，甚至可能常年在外地工作，不在父母身边，但他们对长辈永远是知冷知热。父母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他们跑前跑后，家里遇到困难了，他们永远冲在最前面一肩扛起。你看看，有些老人家平时日子过得简简单单，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好料，但他的孩子就是懂得心疼，逢年过节
不管外面塞车塞得多严重，一定大包小包提着你爱吃的水果、补品回来。看你膝盖退化了，默默地就在浴室里帮你装上防滑扶手。看你起步吃力，就帮你换了双好走的鞋。你平时去医院看诊拿药，孩子就算要请假扣薪水，也坚持要陪你坐在长椅上等叫号。回到家，哪怕只是在客厅陪你泡一壶老茶，听你唠叨传统市场哪摊的菜又涨价了，他也总是笑笑地听着，从不嫌你烦。这样的孩子可能不是什么大老板，也没有赚大钱，但他每个月的孝亲费从来不迟到，更不曾让你为他操过一天心。你明明觉得自己这辈子对这个孩子也没有特别偏心，甚至小时候还因为忙于生计对他特别严厉，但他就是愿意无条件的包容你、孝顺你、迁就你。不用怀疑，这多半是这一世他是来报恩的。你觉得这是你教的好吗？其实不全是，这是你们前世结下了深厚的善缘，他这辈子是带着感恩的心化作你的骨肉来报恩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对某个人，不管是身边的伴侣还是某个晚辈，总是怀有无尽的耐心，就算对方性格平平淡淡，甚至有些笨拙，你也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甘之如饴且不求回报，那也是因为你前世受了人家的恩惠，这一世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善意的偿还。这种报恩的缘分就像是春雨润物，温和而持久。只要恩情没有还完，缘分没有走到尽头，哪怕这辈子因为生老病死等各种无奈的原因暂时走散了，来生一定还会再遇见，继续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有时候，这种报恩不只在物质上，更体现在心灵的陪伴。就算他们在外地打拼，再忙也会每天抽空打个视讯电话，静静听你重复讲着一样的家常琐事，眼底满是耐心与柔和。看着他们为你端汤递水，无怨无悔的模样，那种踏实的安全感，正是前世善念在今生结出的最暖果实，让你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老有所依。但是世间的相遇并非全都是岁月静好。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种注定会重逢的命运，是执念太深，互相缠缚，甚至带着讨债与怨气而来的人。很多人求了一辈子的来生再见，殊不知自己苦苦哀求的是下一场无休止的煎熬。佛门中有一句极具穿透力的箴言，点破了家庭关系的本质：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出4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刚刚我们说了温暖的报恩，现在我们来谈谈最让人痛苦、最折磨人的讨债与抱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例子，或者这正是你内心深处最难以言说的痛楚。有些孩子庞佛天生就是来折磨父母的，从小到大惹是生非，长大了不仅不能自立，还不断地向父母无度索取。今天说要创业借钱，明天说要买房付头期款，把长辈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用来防身安身的养老金一点一滴地彻底掏空。这种痛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得太多，也体会得太深了。你可能每天早上在公园做甩手功、拍打操，或者在巷口的面摊吃早餐时，总会听到几个老邻居在叹气。有的人为了那个讨债的孩子，连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都拿去抵押了。孩子平常10天半个月连个人影都见不到，电话一响，劈头第一句就是：妈，我周转不灵。爸，我朋友欠钱跑了，帮我渡个难关。有些老人家明明自己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膝盖痛得走不动路，还要瞒着亲戚朋友偷偷去大楼当清洁工，
去餐厅洗碗，赚那一点点辛苦的时薪，就为了帮孩子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坑。晚上夜深人静，电视机开着却根本看不进去，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偷偷抹眼泪，操烦到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媳妇或女婿也不谅解，甚至把孙子丢给两老，拍拍屁股就走人。你心疼孙子没人照顾，只能拖着老骨头继续硬撑。你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家，明明已经到了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却依然日夜担忧。明明在一起互相折磨得那么痛苦，分开了却又舍不得，放不下。旁人看不过眼，劝你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连棺材本都快没了，该放手了。可是你听得进去吗？你一边抹眼泪，一边无奈地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是连我都不管他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这真的是因为天下父母心爱得太深太伟大吗？从佛法更高远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割舍不断却又痛苦不堪的亲情纠葛，本质上从来不是纯粹的爱，而是深重的我执与业力的剧烈缠缚。你越是想控制对方的人生，越是想替他承担所有的苦难，越是充满了不甘心与委屈，这份爱就变成了12因缘里的取。这种强烈执着抓取的心意一旦升起，就会种下有的业种。那个让你操碎了心、流干了眼泪的人，其实就是你前世深深亏欠过的人。也许是前世你夺走了他的财富，也许是你恶意辜负了他的情谊。那份没有化解的巨大怨气，在今生转换成了亲情的面貌，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来到你身边讨要。这就是为什么理智上你清楚知道早该放手了。如果你带着这份怨气，这份强烈的不甘心，这份深深的无奈离开这个世界，心里还一直执着于我为他付出了我的一生，他为什么这样对我？那么这份强大的意念一样会化为业力，牵引着你们来生再次相遇。只是来生的再见绝对不是为了父慈子孝、重修旧好，而是接着怨，接着恨，接着互相伤害。这种深不见底的讨债，往往伴随着长辈难以言喻的自责感。你总暗自懊恼，是不是自己哪里没教好，于是拼命想弥补，甚至用尽最后一点养老金想把他拉回正轨。但你越用力，对方越反抗，甚至把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业力作祟，它蒙蔽了双眼，让骨肉至亲变成了无止境内耗的枷锁，让你们在痛苦中不断轮回。世人总以为只有爱能让人重逢，其实恨的力量往往比爱还要强大100倍，因为恨里面的执念更深，我执更重，业力的枷锁也就打造得更加牢固。那么面对这种让人窒息、看不见尽头的纠缠，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佛法给我们的解药其实就只有6个字：尽人事，听因果。儿女自有儿女的福报，也有他们自己灵魂深处必须要去经历、去承担的业力。你给了他们生命，将他们抚养长大，你的人事就已经尽到了，剩下的路是他们自己的因果修行，是你无法代替的。过度的执着于要改变对方，或者试图逆转现状，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让双方在痛苦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当你看透了这层底层逻辑，你就该明白，真正的慈悲有时候是学会狠下心来放手，不再用我都是为了你好来绑架对方，也不再用无底线的付出来消耗自己的晚年。把欠的债还清了，把心里的执念彻底放下了，不再去攀援。当你不再执着，这份痛苦的缠缚自然就失去了养分。
不会再有来生的无尽延续。既然我们看懂了报恩的温暖与讨债的纠缠，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世间最常见，却也最让人感到无力与唏嘘的两种真相。世人总盼望着久别重逢，总觉得山高水长，只要彼此心里还有对方，总有再见的一天。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世间最常态的结局其实是后会无期。很多你以为只是暂时走散的人，其实早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见完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更不要说什么来生再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种命运，叫做缘尽则散。佛经里有一句话，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世间所有的相遇，本质上都是因缘的聚合。缘分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天南地北，相隔千山万水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凑到一起。但是当缘分尽了的时候，留也留不住。就算你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出门左转和右转就是遇不见。什么叫做缘尽？就是你们之间该还的恩情还完了，该清的债务也清算了，共业的种子全部都成熟且消耗完毕了。阿赖耶识里再也没有任何一丝将你们牵扯在一起的业力。在这个时候，缘分自然就断了。这不是谁故意要疏远谁，也不是谁狠心变了心，就只是单纯的因果走到了尽头。你想想，以前大家住在老旧公寓或是同一个老社区的时候，对门的邻居感情多热络啊！家里炖了卤肉，煮了红豆汤，一定会拿个碗公端过去分享。大家常常结伴，揪一揪就包一台游览车去中南部的寺庙进香，或者在李明活动中心一起学唱歌、跳圆吉舞。那些老大哥老姐妹当年感情好的跟亲生手足一样，无话不谈，连家里媳妇不煮饭的抱怨，女婿没出息的八卦，都能坐在树下聊上一下午。可是后来呢？有人因为年纪大了，搬去了有电梯的新大楼；有人因为膝盖关节退化，没办法再走到公园做早操；还有人为了帮忙带刚出生的孙子，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一开始，大家偶尔还会通个电话，每天早上在群组里传张长辈图、早安图问候一下。渐渐的，长辈图不传了，电话也不打了。直到某一天，你们在传统菜市场的某个摊位前，或者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偶然碰见了，彼此点个头，寒暄两句，最近身体好吗？孙子多大了？聊完这两句，转个身，竟然发现不知道要接什么话了。没有发生任何争吵，也没有人翻脸，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但就是走不到一块儿了。以前一起泡茶，一起坐游览车唱歌的时光，就像是一场梦，醒了就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里。这不是人情冷暖，也不是世态炎凉，这就只是缘分尽了啊！因为你们之间共享的那段姻缘已经消耗完毕了。面对这种平静的走散，一开始难免失落，觉得对方是不是忘记自己了。但仔细想想，这段缘分在过去的阶段确实给过彼此真诚的快乐。那段一起在游览车上抢麦克风唱歌的日子，已是岁月最好的礼物。既然缘分功德圆满，我们该做的不是频频回头，而是带着这份曾经的温暖，体面地在心里挥手道别，各自安好。更令人感慨的是什么呢？是缘尽的人，就算来生真的面对面擦肩而过，也不会再认出彼此了。轮回里的我们，每一世都换一个身体，换一段记忆，换一个身份。很多人总发誓说，下辈子我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认出他。可是你想想，今生你遇到了这么多人，你知道谁是你前世的亲人吗？
谁是你前世深爱过的人吗？你根本记不起来，连今生都记不起前世的人，来生又怎么可能凭着一句虚无缥缈的约定就认出彼此呢？所以不要太迷信来生的约定，缘分尽了，就算遇见了，你也只会觉得对方是一个毫无感觉的陌生人。但还有一种情况，比缘尽更让人感到无力。你们的恩情或许还没还完，心里或许还有执念，可是你们却再也没有机会遇见了。这就是第四种命运，叫做业力殊途。福报与业力不对等的两个人，终究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轮回轨迹，连相遇的机会都没有。佛法里讲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每一道都有每一道的生命轨迹。一个人来生会去哪里，全凭自己这一生造的业积的福。如果两个人里，一个一生行善积德，性格温和，死后往生天道或是继续得人生，而另一个却是自私自利，造作恶业，最后堕入了恶道受苦。你们连轮回的频道都不一样了，怎么可能相遇？就像鱼在水里游，鸟在天上飞，他们的世界本来就没有交集，再深的执念也跨不过六道的鸿沟。退一步说，就算两个人来生都幸运地得了人生，如果福报相差太大，也很难再有交集。一个人福报深厚，生在富贵人家，一生顺风顺水，接触的都是善知识；另一个人出生在贫苦之地，为了三餐生计奔波，连走出大山的机会都没有。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像两条平行线，几乎不可能产生交点。其实不用等到来生，你今生就能看懂这个道理。那些观念、眼界、品行相差太大的人，就算一开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凑到了一起，走着走着也一定会散。为什么？因为业力的频率不同，福报不相等，你们的人生方向不一样，心的境界不一样，就算勉强绑在一起，也走不远。我见过有些夫妻或情侣，一方努力上进，一心向善，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另一方却浑浑噩噩，充满怨气，甚至造作恶业。最后两人终究分道扬镳，旁人都觉得可惜，说这段感情败给了现实。其实哪里是败给现实，是败给了各自的业力啊！业力不一样，路就不一样，早晚是要散的。如果你发现身边某个人再怎么用心经营，两人依然渐行渐远，真的不必勉强迎合。当福报和心性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强行绑定只会让彼此窒息。一个人向往清净的天空，另一个却甘愿困在充满怨气的泥泞里。这种灵魂深处的无法共鸣，注定了你们只能是过客。接受因果的安排，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境界的缘分，才是大智慧。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和某个人来生再见，光靠每天想念，光靠流眼泪是没有用的。你要先看看自己的业配不配得上和对方站在同一个维度里。以上这四种，报恩的重逢，讨债的纠缠，缘尽的离散，业力的殊途，就是世间绝大多数缘分的最终结局。但这还不是全部。接下来我们要讲一种所有缘分里最难得、最殊胜，千百年来都难遇一次的顶级相逢。前面我们谈到了世间最常见的四种缘分，无论是报恩的温暖，讨债的纠缠，还是缘尽的离散，业力的殊途，这都是轮回中难以避免的聚散离合。但在这世间，还有一种命运是所有缘分中最难得、最殊胜的，千百年来都难遇见几回。能够拥有这种缘分的人，才是真正有着顶级大福报的人。
世人总求生生世世相伴，总求来生再续前缘，可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轮回里的相遇本质上都带着苦，恩也好，怨也好，爱也好，恨也好，只要还在轮回里打转，相遇就必然伴随着离别，拥有就必定伴随着失去。真正的善缘从来不是在轮回里反复纠缠，而是两个人携手一起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第五种注定的命运，就是所有缘分里最珍贵的一种，彼此成就的同修法缘。这种缘分超越了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也超越了寻常的情爱与执念。它是真正能够长久，真正能够利益彼此的牵绊。什么叫做法缘？就是两个人一起修学善法，一起种下解脱的种子，一起追求心灵的觉悟。这份共同发心、共同修行的强大共业，会变成最坚固的纽带，牵引着你们在生生世世里相遇。而每一次相遇，都不是来讨债，不是来报恩，也不是来互相折磨，而是来互相提醒，互相拉拔，一起向着更高的境界走去。佛门里有一段非常优美的历史公案，在唐代的天台山国清寺，有两位极具智慧的尊者，一位叫寒山，一位叫拾得。他们两人一起在深山中修行，是最好的知己，也是最好的同参道友。他们一起悟道，一起留下许多充满禅机的诗，生生世世都互为善知识。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世俗的爱恨纠葛，没有谁委屈了谁，也没有谁亏欠了谁，只有彼此成就的亲近道义。这样的缘分不会因为这一生的结束就断裂，反而会随着修行的深入越结越深。在这条漫长又时而孤独的修行路上，能有这样一位不谈世俗利益，只讲心性提升的同修，就像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当你被世俗执念绊倒，他会轻轻将你唤醒；当你面临生老病死，他也能在一旁助念护持。这种相互扶持的亲近羁绊，早已跨越了肉身的局限。即使未来色身消亡，这份共修的功德依然会指引你们在清净的彼岸重逢。到了我们这个人生阶段，经历了风风雨雨，如果你能在晚年遇到这样的同修道友，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福气。你看那些在寺庙厨房里戴着头巾帮忙挑菜、切菜的老菩萨，或者是一起在环保站做资源回收、分类纸箱的师兄师姐，他们坐在一起，不聊谁家儿子今年又升官了，不比较谁家媳妇过年包了多少红包，更不会去说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他们聊什么？他们聊哪一本经书看了心里特别平静，聊最近打坐念佛的时候怎么慢慢放下对家人的牵挂，互相提醒一句阿弥陀佛，人生如戏，要看开啊。当你为家里的事情烦心，为了儿女的债务气得血压飙高，整个人快要崩溃的时候，这位道友不用跟你讲什么长篇大论的大道理，他只是平静地递给你一杯温开水，轻轻拍拍你的肩膀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把心顾好最重要。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一瞬间，你心里的火气、委屈和不甘心，突然就像被一阵清风吹散了。这种人，他不贪图你的钱财，也不图你的回报，他只希望你这辈子能平平安安，临终时能心无挂碍。这样的道友，就是你生命里的善知识。你们不需要天天见面，也不需要送礼应酬，但只要一开口，就能把你从痛苦的泥淖里拉上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代人的感情，世间的缘分大都带着强烈的占有欲，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带着沉重的得失心。你爱一个人，
就想完完全全拥有他，就期待他也用同样的力度来爱你。一旦对方达不到你的期待，或者一旦面临失去，你就会痛苦万分。所以世间的情爱本质上都是乐少苦多，聚少离多，但法缘完全不同。法缘的相遇没有占有，没有控制，没有期待，心里只有一个最纯粹的念头，希望对方好，希望对方能够觉悟，希望对方能够离苦得乐。这样的缘分不会因为空间的分开而痛苦，也不会因为拥有而产生傲慢。它是真正清净无染的善缘。这样的缘分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厚重，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世俗的情感交换上，而是建立在灵魂解脱的道心上。很多人总觉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世间最珍贵的缘分，其实不然，情爱里的缘分再深，都有消磨殆尽的一天，还伴随着无数的眼泪与心碎。可是法缘不一样，只要你们的道心不退，只要你们还走在修心养性的路上，这份共业就会牵引着你们生生世世相遇，互相成就，直到一起获得彻底的解脱。我们常说善知识难遇，难就难在这里。世间的情缘随处可见，可真正能带你走向觉悟，走向心灵自由的人，千百年都难遇一个。如果你这辈子遇到了，这就是你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在心里偷偷对应了自己那段放不下的缘分，究竟属于哪一种了？但我想轻轻地问你一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执着于来生再遇见呢？你夜里翻来覆去忘不掉的，真的完全是那个人吗？我们总把忘不掉当成深爱，把想重逢当成缘分深，但我们很少往自己心里看一看，到底是他太重要，还是你放不下自己的执念？从佛法的角度讲，所有的执念根源都是我执。你每天想他一次，就是给阿赖耶识里那颗执着的种子浇一次水；你每天为他难过一次，就是施一次肥。时间久了，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反过来把你困在里面。你以为是你忘不掉他，其实是你自己亲手养大了这份执念。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心里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早就不是真实的他了。你记住的是他对你好的样子，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光，是你自己美化了无数次的幻影。真实的他有缺点，有脾气，有他自己的人生，只是你不愿意去看罢了。我们人这一辈子，终究要学会跟自己和解，跟遗憾和解，跟所有的求而不得和解。如果你听了这么多，心里还是觉得苦，还是希望未来能和心里的那个人以美好的方式再见，那该怎么办？佛门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种下重逢的善缘？答案是有的，但这不是靠烧香许愿，也不是靠苦苦哀求，而是靠你自己亲手去造这个善因。佛法讲因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果，现在就要去种什么样的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想转化内心的痛苦，为未来种下清净的善缘，请立刻跟着做这3个微小的行动。步骤很简单，你今天就能开始。第一个行动，在心里做一次好好告别的说话练习。无论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络，无论最后是怎么分开的，请从今天起停止抱怨，停止记恨。每一次你想起他的时候，不要在心里骂他，也不要自我哀怜。你可以试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在心里对着他的影子说这3句话：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我们之间的恩怨到此为止，我不再怨恨你，也请你放下我。
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你对他发出的每一个恶念，都会变成恶的业种，牵引着你们来生互相折磨。而当你选择体面的收场，在心里好好告别，这份善意就是来生温暖重逢最亲近的种子。第二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无私回向观心法。很多人以为回向是很玄妙、最高深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回向就是把你做的好事、善念像礼物一样送给别人。如果你真的想和他结下未来的善缘，从今晚开始，睡前花3分钟，把这一天的善行，不管是你今天对店员说了一声谢谢，捐了一张发票，还是念了一句佛号，在心里默默发愿，愿将这份微小的功德回向给他的名字，愿他平安喜乐，愿他远离痛苦，愿我们未来能以善缘相遇。但请你一定要记住，回向的时候绝对不能带有占有欲。你不能想着我回向给他，他就会回到我身边，那不叫回向，那叫交易，只会加重你的执念。真正的回向是纯粹的祝福，你越不执着于结果，这份善缘就越亲近。第3个行动，把握当下，随手与身边人结下微小的善因，不要总是把眼光放在那个已经走远的人身上，看看你身边的人吧，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甚至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从今天起，试着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善业，譬如说，对家人多一点耐心，少说一句伤人的气话，或者去当一次义工，帮助一个陌生人。你要知道，所有来生重逢的前提，是你自己来生还能得人生。如果你这辈子不好好修心，每天造口业、生怨气，来生连人都做不成，还谈什么相遇呢？先把今生的人做好，守好自己的身口意，这才是你拿来面对未来所有缘分最大的底气。讲到最后，我还是想问问你，就算来生真的能够再遇见，然后呢？遇见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总把希望寄托给来生，总觉得这辈子的遗憾，下辈子可以弥补，这辈子没说完的话，下辈子可以慢慢说。但是我们忘记了，只要还在轮回里，每一次的重逢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下一次的心碎与失去。求不得是苦，爱别离也是苦。你求来生同爱的人重逢，可重逢之后呢？你们还是会变老，还是会生病，还是要面对再一次的生离死别。只要还执着于拥有，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永远没有尽头。所以啊，与其把希望寄托给虚无缥缈的来世，不如好好把握今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想也没有用，未来的还没到来，再盼也没有用。你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把每一次相见都当成最后一面来珍惜，把每一份缘分都当成最好的安排来善待。该说的话早点说，该做的事早点做，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不要等缘分尽了才感到遗憾。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强迫自己去忘记那个人，而是你依然记得，但心里已经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拥有，也不再执着于一定要重逢。你来，我真心相待，不留遗憾；你走，我坦然相送，不生怨念，不纠缠，不怨恨，不贪求。这才是对缘分最好的态度。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生生世世相遇，而是今生好好相聚，来世随缘自在。各位善知识，5种缘分的命运，今天就全部讲完了。无论你们是来报恩的、讨债的，还是缘分已尽，走向殊途的，又或者你们有大福报，能成为彼此成就的同修道友。说到底，所有的遇见和离别都是因果的显现，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老师。你经历的每一段感情，都是为了让你学会觉悟。今天内容的最后，我想邀请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为心里那个放不下的人，或者为你自己，留下一句善缘不散，来世相见，或者是留下你最真诚的祈福与善言。当我们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善意，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一念的善意，也许就是你们未来以更美好的方式重逢的第一颗种子。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像是一杯温热的茶，暖了你的心，解开了你多年的心结，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未来我们还会继续陪伴大家，分享更多直击人心的智慧与生活哲理。你的每一次点赞与分享，都能让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有缘人。愿我们能在这个频道里结下生生世世的清净法缘。